宋3岁急匆匆地跑进园区，只为偏爱一下瑞宝，偷偷给瑞宝嘴里放了一块胡萝卜，接着就跑出去了。今天两个爷爷在各自的领域不断整活，江爷爷化身为了圣诞老人，跑去了隔壁秀场做演讲，而宋3岁这里一会儿跑来摸摸瑞宝，一会儿跑来摸摸辉宝。姐妹俩太乖了，宋3岁就会很闲，没什么活儿。瑞宝躺在太阳底下，宋3岁给瑞宝按摩了一会儿，瑞宝舒服的连连打哈欠。按摩完，宋3岁离开，瑞宝意犹未尽的跟了上去，想让宋3岁再给自己按一下。辉宝是喜欢上宋3岁这按摩手法了，宋3岁为了满足瑞宝，只好再给瑞宝按摩一会儿。宋3岁从来不懂如何拒绝宝家，宋3岁又给瑞宝捶了捶背，揉捏了一下小肚子，瑞宝一整个满足了。不过今天辉宝就不像瑞宝有这般乖巧了。上午辉宝不想回家，江爷爷来接辉宝，辉宝连屁股都不让爷爷摸，爷爷一摸就打爷爷的手，调皮的很。爷爷走后，辉宝一头栽了下来，给姨姨们担心坏了。本来反应就慢，再给磕坏了。而江爷爷看辉宝不想回家，就坐在一旁静静的看着，偷偷嘲笑着辉宝傻乎乎的。这周江爷爷给姐妹俩新增了一个房间，姐妹俩又有新地盘了。爱宝面对新房间满怀期待，看到久违的房间门再次打开，爱宝迫不及待地走了进来。这是以前爱宝和福宝一起生活过的房间，而且小床还是那个熟悉的小床。爱宝走进小床，仔细地闻了闻，不知道爱宝有没有闻到福宝的气味。以后爱宝睡在这张小床上，不知道会不会睹物思福宝。而姐妹俩则胆小的一直不敢往前走。姐妹俩面对着新房间，无法做到妈妈这般轻松，姐妹俩时刻保持着紧张的状态。而辉宝这里熟悉房间的方式则是有点与众不同，直接爬上了护栏。这一家3口真是个忙个的。爱宝这里检查完房间，开始吃竹子了。晚上江爷爷下班前又来看了一下爱宝这里。此时瑞宝独自一个房间，在护栏上爬来爬去。瑞宝的适应能力就是这么强。辉宝则正和妈妈在一个房间。江爷爷很期待明天早上一家3口的房子。等第二天，江爷爷早早的就来到了园区，一家3口都集中在了新房间里。毕竟是新房间，对其都有着满满的诱惑力。只不过辉宝与瑞宝相比，辉宝看到妈妈没有在新房间，有点不太安心，盆盆奶都没胃口吃了。而反观瑞宝这里，自己的盆盆奶无关谁在旁边，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辉宝一直执着于妈妈去哪了，盆盆奶一直被冷落在旁边。而瑞宝这里吃完奶都开始吃竹子了，瑞宝现在真是一点也不用人操心。最后将爷爷走时，来到了乐宝这里，又看了一眼。乐宝此时给自己埋进了竹子堆里，仿佛置身在了竹林一样。福宝与爷爷这个电影更像是在跟福宝说告别，以及饲养员们在努力跟福宝的这段生活做结尾，让福宝回国后的生活另起自己人生中心的一个段落。而且自福宝出生时，甚至爱宝刚怀孕时，爷爷就知道福宝4岁的时候就会回国，因为这是国际贸易公约，不管大熊猫幼崽出生在哪一个国家，到了4岁的年龄都要无理由的回到他们的家乡。而江爷爷能做的，只有在这个4年里全心全意的去爱惜他，保护他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大电影的开头就是在诉说福宝要离开的事情，这是福宝离别前的最后一个冬天。江爷爷在园区停下车，徒步走进园区。江爷爷此时心想下雪了，今天的福宝一定很开心。而宋爷爷对冬天的描述则是，冬天就像是大自然赐给大熊猫的礼物。江爷爷走进园区，遇到了熊猫世界的其他饲养员，已经开始清理园区的雪了。很快江爷爷也加入了进来，这是在为一会儿游客的到来做准备。而与此同时的房间里，圣西姨母正在搬运着竹子，而宝家们的房间里则是另有饲养员在打扫。宝家从来不只是有江爷爷和宋爷爷在战斗，他们是一个10几人团结在一起的大家庭。宋爷爷则在给宝家放置园区的竹子，各尽其责，分工明确。当然，宝家每天的食物用量也不只是由2个爷爷来准备，也有其他人一起分担。今天是江爷爷为瑞宝、辉宝冲的奶粉，江爷爷拿着刚倒完的奶瓶，放在瑞宝、辉宝的鼻子上，给他们闻了闻，上面残留的奶粉的气味一下就给姐妹俩从睡梦中勾了出来。而福宝这时来到了他那刚被打扫好的房间，准备每天早上的体检。瑞宝、辉宝吃完盆盆奶，也开始了自己这活力满满的一天。很快，爱宝带着姐妹俩出发去上班。等宝家全体成员都开始上班了，这时到了宝家饲养员的早操晨会时间。早操过后，饲养员们大体了解了一下今天一共有多少名游客。오늘입장예측은 8,500명에 관제 700분 계시고 시작! 좋아, 어제 좋아, 가요!
而江爷爷这里则在监控器前协调着各个位置的伙伴们，确保保家状态一切正常。江爷爷今天观察到乐宝的园区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，便立马拿着工具来到现场。江爷爷的权力就是大，不用申请与报备，看到不合理的，立马就可以给其处理了。江爷爷拿着锯子给眼前这个木头上的所有凸起的疙瘩给锯掉了。对于圈养动物的饲养员们来说，任何的小事儿都可能是件大事儿。动物们生活的好不好，取决于饲养员能读懂动物的心思多少。江爷爷一边工作一边给游客们解释，乐宝喜欢踩在上面散步，因为这些树老了，乐宝在上面磨损多了，这些树节就会凸出来，所以需要定期清理。江爷爷还幽默地表示，自己起初是想给爱宝的园区清理的。乐宝看到后吃醋了，自己立马又来到了乐宝的院子。等锯完全部检查完，确保没有后，江爷爷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而这时，瑞宝这里在隔壁园区看到爷爷在敲敲打打修理园区，瑞宝也学上了。瑞宝修理起了自己的小瀑布，因为宋爷爷铺在小瀑布上的雪都化了，堆积在瀑布口的石头裸露了出来。瑞宝宛如大力士一般，一下就给一块大石头搬了起来。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大的爆发力，瑞宝前途无量。而辉宝出门主打享受，在小树上一睡就是一上午，睡到一睁眼发现别人都回家了，园区又只剩自己了。辉宝一睁眼发现爷爷出现在了自己面前，意识到自己又睡过头了。辉宝赶紧从树上下来，然后一路小跑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走回了家。辉宝走回园区后突然有点懵，都变成慢动作了，一种熊在前面走，神在后面追的感觉。永宽看到乐宝最近爱采摘关景竹，意识到乐宝近期是对关景竹独有胃口，于是永宽索性也不用乐宝自己采摘了，永宽直接给乐宝采摘好，处理成合适的大小，跟其他竹子一起给乐宝准备好。乐宝来了就可以直接开吃了。昨天永宽下班前还特意为姐妹俩将小晾台收拾了出来，但今天瑞宝却又不想出门了。江爷爷来火，但是根本没用。瑞宝表示，室外的冷风哪有室内的恒温空调舒服。江爷爷怕瑞宝饿着，给瑞宝在树上放了许多的竹子，不过好在还有辉宝。辉宝出门后就来到了爷爷给自己收拾好的小晾台上，不然永宽真的白忙活了。辉宝最懂给人提供情绪价值，辉宝趴在小晾台上很快就睡着了。而爱宝吃饱了，打算丢下辉宝直接回家。辉宝一觉醒来，天塌了，妈妈不见了。不过江爷爷及时出现在了辉宝的视线中，同时还给辉宝送来了一些自己进行裁剪好的小竹子。辉宝碰巧伸了下手，像是在跟爷爷礼貌答谢，简单小吃两口。辉宝从树上下来了，腿虽短，但是咱稳重。下来后的辉宝没有回家，而是追在爷爷屁股后面和爷爷玩了起来。刚好江爷爷也可以借陪辉宝玩耍的理由，释放一下心中的那个少女。江爷爷跟辉宝打起了雪仗，辉宝顶着皮套埋头往前冲，辉宝玩不过爷爷，连连挥手让爷爷不要再弄了。江爷爷摸了摸辉宝的头，摸头不是抱歉，而是辉宝还得再练。玩耍过后，辉宝便乖乖跟爷爷回去了。